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查科大峡谷上就发现了一处远古地外文明的遗址，而科学家呢就找到了外星人留下的一间特殊密室，里面就说人类基因最初的起源呢是来自于亚特兰蒂斯人。那远古外星人对人类未来的预言能否成真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古剑计划。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呢自然公园的土地上的一个隐秘的区域里人们就发现了一处叫做古剑遗址的古代遗迹。美国的 ACIO 研究小组呢经过研究后呢就提出了一种假设，那是在公元8世纪外星文明建立了地球的殖民地，并把古剑遗址呢作为了隔离区。他们有非常精确的任务既是留下巨大的时间囊，而时间胶囊的创造者称呢自己就是造诣者，他们代表了生活在我们未来750年后的人类社会。他们自称是文化的承载者，或者说是给人类带来艺术、科学和思想的种子。按照计划呢，他们在全球的各地总共留下了7个时间囊，等待着被我们发现。他们的明显的目的呢，是来帮助未来几代人类的发展一种全球文化、哲学、科学和艺术统一的体系。而一位从研究小组中叛离的博士呢，将这些秘密以及研究结果呢，通过访谈呢，就带到了世人的面前。在古剑遗址最初被判定为有可能是涉及外星人之后呢，聂鲁达博士和 ACIO 组织中的其他4个人就被派到了新墨西哥州来探寻那个遗址。在总组织人代号15的带领下呢，他们集合了这些领域的精英呢，就组成了一个叫做迷宫小组的组织，对古剑遗址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测。在研究的过程中呢，迷宫小组就发现呢，地球是中央族类储存宇宙类人族基因的基因图书馆。他们设立了7个遗址呢，就是为了保卫地球免遭遇他们的古老敌人阿尼莫斯的掠夺。而这项技术的核心就是时间旅行，这是一种可以衍生出所有其他科技的巅峰科技而迷宫小组呢，把这项科技就称作 BST。阿尼莫斯呢，并不是要消灭人类他们是要来控制地球的基因。虽然他们的意图呢，并没有被完全的了解，但他们并非是要杀光地球上的动物或者是人类。阿尼莫斯想要不受约束地接取地球人类的 DNA 进行实验。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想要殖民地球，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所以迷宫小组呢，想要发展出 BST 的科技就是用来修改他们入侵地球的记忆。当然了，事件如果被修改了，他们也会有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例如我们可以成功的让阿尼莫斯人呢离开我们的银河系，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却可能意外的把他们送到了另一个银河系或者是另一个星球而这也许会给我们的行星呢带来一些我们绝对预料不到的后果。为了解开这个问题呢，迷宫小组的成员呢就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遗址中的人工制品之上。遗址中所有能移走的人工制品呢都被仔细的打包进货柜并被送至了南加利福尼亚的 ACIO 研究实验室了，掌握在迷宫小组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其中最有趣的人工制品之一呢，就是那个奇特的归航装置了，是一开始被2个新墨西哥大学的学生找到的那个。在它最早被发现的时候呢，它就好像是故意被放在那里一样，它并不是一个被埋着的物体。当学生们拿起它的时候呢，它马上就引起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生动的幻觉，他们看到了洞穴的影像。不过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而 ACIO 将这个制品取回之后呢，用其内部的程序进行评估但谁也没有想到呢，这个东西成了他们检测过最困难的外星制品之一。他们就说它是为一个非常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除非它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使用，否则对于他们的检验来说呢，是完全没有用的。他们知道发现这个人工制品的那些学生呢，对于幻觉的报告，但在实验室里却完全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所以他们当时就认为那是学生们因为这个人工制品的不寻常特性而想象出来的。一直到后来呢，研究人员才发现在那个物体表面的微妙的记号，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地图。把这个图呢和发现的人工制品的那个区域的真正的地图一对比呢，马上就能够知道它真正的目的。那些幻觉呢，其实是一个精确的处所，有一种临近效果被编码在那些人工制品里面。而当2个条件同时触发的时候就引发它开始起作用。所以这个物品呢，必须在它的地图的那个坐标点才可以。第二，就是为了启动它的导引系统呢，它必须被握在人类的手中，而导引系统指的就是那些幻觉。中央族类呢，把这把钥匙就放在那里等着人类发现。当迷宫小组一旦进入了距离那个遗址某种长度的特定范围内的时候呢，人工制品就在某种未知的能量来源驱动之下呢，开始扫描小组成员。它逐步的就读取他们身上的心智，
大概是要裁定他们是否合适去发现那个遗址。扫描过后呢，它便自我毁灭了。本来小组成员认为已经解开了一个谜题，但事实上呢，在里面的第23个密室中发现的人工制品是同样的让人伤脑筋。虽然其他的密室呢，所有的人工制品的尺寸大小构成上都和那个归航人工制品相似，但在第23个密室里的人工制品呢，却是一个和它有着某种亲密程度关系的光盘。聂鲁达博士就认为呢，它是整座遗址的关键，同时呢，它也是时间囊里位置最高的室，而且在结构上呢，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那是唯一一个还没有被完成的密室。在聂鲁达博士离开这个组织之前呢，遗址的前厅和从属的23个内室呢，都被小心的测量和分析过，每一件人工制品呢，都被编入了目录。最初他们就希望呢，这里能有一些可以加速 BST 部署的事和可用的科技。然而呢，伴随着第24个内室的发现呢，那些期望呢，都已经有所改变了。那是一个被另外隐藏起来的内室，因为第23个室的地板上有着为数不少的岩石碎片。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呢，它是没有被完成的，就像是在他们完成任务之前呢，建造者突然之间就必须离开了，而且没有耐心了。所以迷宫小组就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来分析和研究呢这第23个密室的墙壁和碎片，希望能够看出建造者的方法和造诣者的目的。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察觉到呢，在内室的地板上的岩石碎片的下面还藏了一个通道，那里就秘密的藏着一扇暗门。而这扇暗门呢，是一些在对这个遗址进行内部 X 光研究的人员所发现的，它就藏在了6寸厚的这个岩石碎片之下。通道向下延伸了50公尺，隐秘的第24室呢和最近的前厅的墙壁之间只隔了4公尺，而那个通道还开得特别小，成年人的身体呢就很难进入，并且还得穿越一段非常长的距离。它似乎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也许是整个遗址的关键。不过呢 ACIO 有一些科技呢，就把摄影机掉下通道，并以遥控的方式呢拍下了整个内室。在摄像机的镜头中呢，聂鲁达和其他人就看到了这个密室的全貌。它是24个室里最大的一个，壁画的规模宏伟是横向的，而不是直立的。室内还有一个已经被移走的人工制品，和之前发现的一样，是 ACIO 无法探测的。它和前面23个室呢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在容积上呢，它大概有23室的3倍大了。有一系列的雕刻文字由7组的5个符号的符号群所组成，被刻在了壁画对面的墙壁上。它是这些收集品里最抽象最复杂的一个，很难去描述。经过了漫长的译码和符号以及分析墙壁的内容呢，博士就推测出了一个结论，这一系列的密室呢都和人类的基因组有关。因为呢这些密室呢是呈螺旋形的，且23个数字呢正好是一个正常人类细胞里的染色体的数目，再加上包含在那里壁画里的某些细节呢，以及译码出来的哲学文本致使迷宫小组就断定说那个遗址呢是被设计要去讲述一个关于人类基因组的内情的。但为什么第24室要被隐藏在23室之下呢？这又和人类的基因组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基因组的第23染色体就决定了个体的性别。按照23室呢对应23个染色体的说法呢，23室的壁画是唯一抽象的显示出了男人和女人差异的壁画。那么第23室没有被完成的事实呢，就暗示了23号染色体呢由于某种原因是未完成的，那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呢，人类的性别基因呢可能还有其他的功能没有被完全的开发。不过正常人类身上是不会有24个染色体的呀。那造诣者为什么会建造出一个形状上那么明显和基因有关联的东西呢？然后又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呢？可是迷宫小组里呢却没有一个人认为是有错误的。他们就说呢，因为黑猩猩和大猩猩呢，他们都拥有24对染色体，而人类的基因组呢有 98% 和黑猩猩是吻合的。在1955年以前呢，科学家们就相信人类是有24对染色体的，就跟黑猩猩和大猩猩一样。但是之后发现呢，在某个时间点上呢，人类把这2个染色体就混成了一个了。第24室呢是隐藏的，而是以一个狭窄的垂直的通道呢连接到了23室，所以理论上很有可能呢，第24室的这个染色体呢并不是以一个分子为基础的基因储存器。再加上造诣者呢能预测未来，那也就是说，也许将来呢人类会发生一个基因突变，或者说第24室呢就是人类迄今为止一直都沉睡着的为译码的一种全新的功能的一个隐喻。难道这就是造诣者要留给人类的预告吗？迷宫小组的超级计算机呢已经完成了一次基因的彻底搜寻，
他们就认为呢，第23染色体呢注定要产生突变，并且呢创造或者是催化出第24染色体的创造。这是第24染色体呢会作用将来的基因学者的一个导航系统或者是索引。所以计算机的分析就指出呢，第24世的话呢所关心的不是人类的性别特征，而是人类的精神特性。在第23世和第24世之间呢有几个关联，最值得注意的就是24世呢只能是从23世进入，这就暗示着呢第24世呢它的存在是23发生一些作用和条件的一种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连接这两个世的通道呢是一个产道，而第24世呢是婴儿。既然第23个呢是染色体，那么就推断说，如果它要生出一个新的染色体的话，那它也许和个体的精神特性是很有关联的，也是很合逻辑。尤其是根据获得的关于中央族类所传递的讯息呢，想要了解更多人类基因奥秘的事呢，还要往更古老的时间点去探索。在23世发现光盘中就记载着地球在以前呢和现在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行星，它的核心呢使得它拥有一种引力能够支撑显化。起初地球是一个水体的星球，并不是物质的，但是这种产生引力的核心呢就创造出了一些条件，而让地球可以在经历过万古的时间之后呢，它把自己物质化。所以地球形成的时期呢，就栖息于地球存在体的种族亚特兰蒂斯人呢，与46亿年前的太阳系的第12颗行星尼比鲁来的阿努纳奇人就签订了一个协议，他们就允许阿努纳奇人在星球的核心呢附近开采一些物质，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了。而这些被知晓为亚特兰蒂斯人呢，与阿努纳奇人他们的存在体的种族呢，并不都是3次元的，他们并不拥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身体。它们的存在呢，是被容纳在一种不同频率范围内的，我们可以称这些频率为更高次元的频率。而阿努纳奇需要黄金与他们调整身体的频率有关。亚特兰蒂斯人和阿努纳奇人达成的协议呢，是希望获得阿努纳奇人的科技。此外呢，金矿的开采是在地球一个对他们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好后果的地区。随着地球开始越来越具体化呢，地球本身呢，以及在其他所有的东西呢，都被凝固了起来。所以阿努纳奇人的金矿开采呢，很快就要变成不可能了。因为如果金矿是处于一种稠密的物质状态的话，他们就不能采矿了。他们需要一种可以在地球上运作的采矿容器。自然呢，这个容器就是人类的身体。所以想要做出身体呢，对他们来说不难。但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生命源，即灵魂来提供它的动力。所以阿努纳奇呢，就密谋着要将亚特兰蒂斯人弄进这具具体化的化身里面，使他们成为这些生物性的实验体能够运作动力的生产器。所以阿努纳奇呢，在天狼星人的帮助下呢，就控制了单纯的亚特兰蒂斯人，往那些最初的猿人的身体里就放置了亚特兰蒂斯人身体里提取的植入物。而这些植入物呢，是从大脑的区域来运作的。而造诣者呢，是这样描写的： DNA 的整合呢，就是为了那个计划所需要的智能。因此人类的 DNA 最早的作用是一种控制系统，以便能使他们成为阿努纳奇挖金的工具。那随着那些植入物的进化呢，而使得人类的身体表现出了情绪，相互沟通，而更加清楚地感觉到了那个被称为地球3次元的世界。他们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因此呢，阿努纳奇的总头领呢，阿努就决定要把他们彻底消灭。这就是后来大洪水的故事。不过后来人类的 2.0 被制造了出来，一些阿努纳奇人呢也使了女性怀孕，而把他们的血统带到了人类的种族，这才开始有了变异。人类呢不再是无性复制人了。当时的眼睛和大脑呢是阿努纳奇人需要去设计的关键元件，他们要让那些机能的植入物呢可以运作。人类的意识呢是压制着一个无限存在体的关键，它是由3个相互作用的阶层而组成的。第一层呢是全体脑力，这个阶层呢是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每个人所看到的，感觉其他人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的，这是把一个分离中的族类统合起来的完美方法。那下一个阶层呢，就是造诣者所说的遗传心智，这构成了个人和其他家族系统的遗传学之间的连接，这是血统被表现出来的地方。然后就是有意识的心智，这是独特的。个人的感知与表达呢，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称为的我们人格和性格了，而它呢，就是建立在这个层次上的。个人有意识的心智呢，是被遗传的心智所影响着的，尤其是出生到7、8岁之间那一段时期的影响是无所不包的。要记得阿努纳奇当时创造了生物的外形，而天狼星人创造了机能的植入物，他们会沿着一条设定好的路径在进化，所以进化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分离，因为整个种族的意识已经达不到统一了。
但根据造诣者所说的事实的情况是，人类的本质本来全都是平等与一体的，没有好坏高低贵贱之分。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呢，在23世找到的内容和隐藏的24世呢，这个发现应该被称为人类迁移计划。造诣者想传递的是，在进化方面呢，人类会变得更为先进；在技术上讲呢，人类会有能力同时处理更多复杂的视觉、听觉、知性的资料。换句话说，就是大脑系统在处理信息方面会变得更加全面性。所以人类的未来呢，也将会变为全球变成一个家园。所以从现在的分离呢变为合一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线。而造诣者就是为了引导人类到达这个入口，他们就称呢，我们人类的连结呢已经被打碎成了几百个碎片，并以不同的肤色、文化、语言、地理位置、形式散落在全球各地，而现在正处在一种无可改变重聚的过程中。这就是精神层面的意义了，而它会触动到人类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根据造诣者的说法呢，就是对于人类灵魂的科学发现呢，这是一个全球族类所达到的最高点，使人类分离的事物都会被去除，不管它的肤色、种族、外形、地理位置、宗教，任何其他的东西。透过科学镜片的凝视呢，人类就会发现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由相同的内在的机制所组成的，而就是这一点才真正定义了人和人类的潜力嘛。这也就是聂鲁达博士要把这些资料带出来的原因。而造诣者的资料呢，是被设计要去启动那些正要具体化的灵魂们，这就是存在着这个7个遗址里的造诣者资料的核心目的。目前人类 2.0 的地球在持续进行着，我们变得越来越3次元。地球的核心是一切的起因，当这个密度达到某个临界值的时候呢，那些旧的系统就会一起崩塌。而造诣者就认为呢，在人类 3.0 出现之后呢，地球又会出现一种新的系统，在2080年左右呢，能让人类 3.0 显现出来的理想条件就会具备。但他们同样也坚称呢，时间可能会提早或者是延后，这或许就是造诣者的最终极计划，试着要去设计建造出一种更好的人类和一个更好的文明。而古建计划呢还在继续，迷宫小组呢最终会如何处理造诣者留下的信息呢？人类是否能够走向一条更加成功的进化之路呢？让我们下集再见了。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拜拜。